大家好，我是王真。强制社保新规一出，中国全网炸锅，结果民怨太大，当局居然被吓得急踩刹车。官媒火速出来灭火，硬说这是一场全民误读。一句不是我需要社保，是社保需要我，已经把整个政策的假面给撕穿了。可就在社保风波还没散去时，更劲爆的消息来了。中共竟然在海外招募网络舆情引导员，明码标价，一条帖子5块钱，5毛直接升级5元档，引爆全网嘲讽。这是买评论还是发狗粮？中共最高法院日前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宣布了缴纳社保的最新政策，规定任何规避社保缴纳的私下协议都无效。新规定从9月1号开始实施，这项政策迅速引发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各种讨论和质疑在网上不断发酵，民情沸腾。一些企业因为无法承受高额社保的成本压力，已经开始采用对策，或雇佣兼职雇员，或减薪休假，有的甚至直接雇佣退休的银发族上岗，来规避社保政策冲击。在社群平台微信上，各种相关的信息和讨论不少。一篇介绍包子铺现状的文章中，店主表示原本就不怎么赚钱，新规实施后要为店里的5名员工缴纳社保，每月将增加近万元人民币的成本，这让他实在无力承受，甚至连老板自己都没缴纳社保。这家店的店员一个月最低薪资是5000元，今年7月开始，当局出台了新的最低社保级数是7353元，即使收入低于这个数，也一律要按照7353元交社保。算下来，大约每个月一个人要交780元，雇人单位要为雇员交1950元。这里的问题是，店员宁可接受没有社保，也绝不接受一个月少拿780元。但是如果不交社保，新政策实施后，老板挨告会遭遇更大的麻烦。如今这已经不是个别企业和部分雇员的麻烦，已经成为影响全国整个中小企业和几亿劳动者的社会问题。许多年轻人对当局的强制社保规定也不满，认为在经济下行、工作不稳定的当下，他们更倾向于获得现金，而不是为了远远的退休金买单。不是我需要社保，是社保需要我，这句戳中实质的话成为整个打工人的心声。在网络上，很多人把当局的新规解读为社保强制缴纳令。此前员工自己不想缴社保，公司也得以减少成本，自然也乐见其成。或者是公司不想缴，就会和员工协商多给加一点薪水，让双方到手的钱都能最大化。这种现象在一些小企业中十分普遍，主要原因是因为社保支出的成本过大，而回报周期却过长。以5险1金中占大头的养老保险为例，公司要为员工缴纳工资的20%，个人还要另缴8%。按照当局的现行规定，需要缴满15年，退休后才能领取社保，并且2030年后缴纳的年限还将逐步提升到20年。根据当局2024年中国就业人数的统计，约7.34亿人，但拥有完整社保的人数约为2.46亿，仅占就业人员总数的33.5%。最高法的司法解释9月1号生效后，公司招工必须缴社保，如果被举报或诉讼，企业将被重罚。这意味着无论是员工还是公司，缴纳社保都成了一条红线，没有了暗箱操作的空间。规避社保的大门轰然关闭，网上炸了锅。不少人直言，强制越严越说明资金不足，普通人就越不相信未来能领到钱。还有网民指出，现实中不少人缴了5-6年，现在犹豫还是要不要继续缴，因为缴上大量社保既不能帮到现在的自己，也未必能保障未来的自己。干企业的也忧虑无法承担缴社保增加的成本，而采用各种办法能让企业存活下去。有分析指出，强制缴纳社保的背后是当局社保基金出现了巨大压力，
目前中国社保收支正处于紧平衡状态，说白了就是政府要没钱了。同时，中国人口的老龄化日趋严重，随着每年超过2000万人退休，而新增劳动力供给却逐年减少，依赖现收现付制的社保体系正面临着更大的财政缺口。至此，当局财政恐将出现黑洞，入不敷出了。为了填补这一缺口，强化企业欠缴社保的查处，扩大社保缴纳人群基数，成了当局采取的重要办法。但社保新规发布后，有网民在视频中质疑说，现在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交社保？房租吃掉一半工资，社保成了奢侈品。年轻人会质问，在空账时代，我养的是谁的老？更多网友则是质疑，为什么不强制双休？质疑退休金的公平性和社保基金的被挪用等等。民意对当局强制社保强烈反弹。官媒《人民日报》8月16号终于按耐不住出来安抚舆论了，发文称，全民强制社保是对政策的误读，说此次司法解释并没有创设新规，而是统一司法裁量标准，说缴纳社保本来就具强制性，现在并不是强制，而是一些自媒体为博眼球，误导公众，制造混乱。经济日报也凑热闹，发文也说社会上的说法是误读，这是不是太有意思了？用误读2个字来缓解民间的不满，能奏效吗？对官媒的误读说法，网友们评论说，当局是在搞收缴社保的压力测试，结果是民意汹涌，如今是不是吓回去了？有的说是当局看着舆论风头不对了，会不会暂时放弃了？还有的说，看来大家一起反对还是惯用的，测试一下，看着不对，吓得缩回去了。有网友说，更关键的是，牵扯出了民众对于公平公正养老金的集体大讨论。有分析指出，其实都知道人们反对的不是全民社保，而是社保的巨大不公，只不过是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出来了。现在人学聪明了，不好骗，正应了那句话，不患寡而患不均。有网友批评说，人民日报是什么三流报纸，又上至此地无银300两了。有的还说，国家不好好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在那整这些没用的来促消费，没钱你促进个啥？可笑。首先，一个事实性的前提是，没有中共的狂征暴敛，老百姓的日子就不会那么难过。如今工薪阶层本就生存艰难，都不缴社保，就会出现当局既不能从雇主和雇员这2类人群中渔利，还要看着这2个本处在对立面的阶层联手来对付自己。对于这种不能容忍的事，中共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打压扼杀。但是社保新规一旦实施，很显然雇主和雇员从曾经的双赢走向之后的双输，这是中共利用司法搞出来的幺蛾子。当局一边实施恶法，强制百姓把钱交出来，一边利用媒体撒谎行骗，说新规是对打工人的重大利好，这就十分无耻了。因为如今的强制，正说明中国自上而下，从雇主到雇员都发自内心不愿交这份所谓的社保钱。为何雇主与雇员都不愿意交社保？原因有2个，一是交了社保，余下的钱根本就不够生活。中国月收入2000元以下人口约 9.64 亿，月收入低于5000元的人口比例大约是 95%， 这是官方数据。那么多打工人都不愿交社保，很明显就是因为现实生活所迫。二是把钱交上去就等于是肉包子打狗，官方报告都出来了，到2035年，政府基本养老金基金将全部耗尽。不久前，中共还决定搞延迟退休，自此不管退没退休的人都在掰着手指头在计算能不能活到退休，退休后又能活着拿几年养老金。强制缴社保政策出台后，很多人都直接给老板支招，列举不需要为员工缴纳社保的解决办法，如返聘退休人员、利用在校实习生、雇佣非全日制员工或兼职人员等等。还有人直接把矛头指向腐败与不公的体制，
质疑几千亿的社保资金去哪了？谁的责任？也许大批人都没饭吃了。更有人提议养老金并轨，退休金高的降下来。此前中共破天荒地拿出真金白银，发出可怜的所谓1点育儿补贴，并没人叫好。如今他扯下伪善面具，冲着本就贫困的百姓强要社保钱。为什么？最大实质就是要把中共当局的社保黑洞、资金危机转嫁给人民，用人民的资产来保住中共政权。韭菜已经被割到根了，镰刀还在继续挥舞。中共花在维持政权上的高额经费是惊人的，但它从不会公之于众。无论是对国内的所谓治安维稳，还是海外的统战，中共都不惜本钱。近日网络上流出多则招聘贴文，别误会，不是招聘公司职员，而是极具中共特色的网络舆情引导员。在小红书、抖音等平台上流传出招聘网络舆情引导员的启事，并且明码标价，发一条帖子5元，这很快引起外界的关注。不仅如此，中共还大量收集热点事件的各方面证据。一位匿名知情者披露了其操作细节。抖音账号百商用户发帖，声称招聘兼职网络文明志愿者，目的是向海外传播正能量，不收取任何费用，称是一项可长期做的兼职，后续薪资会随个人能力和任何级别大幅度上涨，报酬十分可观。小红书上的真的没空再发呆用户发帖称，急需海外正能量传播，网络文明志愿者舆情引志员招募中，并且称工作内容很简单，但很重要，在指定平台关注相关讨论。还有招聘帖子中明码标价，表示一贴5元左右，表现好的还有往高层发展机会，薪资可能以数万美元为单位。日前，一位曾做过此国内招聘工作的匿名知情者向媒体透露了中共的操作细节。知情者表示，此项工作是负责规整证据与证据链，将这些证据发给所在地网信办和北京网警，有专用的邮箱和电话。志愿者隶属于北京公安局网络安全总队。他透露，工作内容是看抖音、今日头条、快手，揭穿热点事件，遇上热点事件谣言，就要规整材料、证据、截图、录像、证据链，递交给相关部门，不跟贴、不发评论。对所有热点事件，包括热点视频主播，发现了要截图造谣内容3张，录屏要5分钟之内，并要含有北京时间和日期。他说，当局对于所有热点事件全部规划为造谣，就是说热点事件全被当局说成是假的，都是为了施压当局编造的。他还强调，目前大陆所有社交平台全部由北京负责，对应聘者没有要求，安排人员培训，到受聘者自己能单独递交证据就可以了。招聘事件被曝光后，有些账号也被封号，显示不存在。不过此前的贴文也被网友截图传播开来，引起网友们的评论。有网友嘲讽道，5毛党经过一轮通胀，现都变成5元党了，5块钱买人的良心。更有网友表示，这只是中共的空头支票，最后中共没钱给他们发工资，就以翻墙违法全部拘捕，一步罗生门。还有网友呼吁，这是一场舆论战争，都行动起来，干掉中共的谎言。时评人岳山表示，这种招募广告如果是真的，那就是中共所谓舆情引导出现一个升级版。既然是招募，那就不会是自费的自干五，中共要给钱的。岳山指出，这轮舆情引导是针对海外平台的，参与者也由之前的大陆监狱的犯人变成了海外的粉红们，所以才能有发出一贴5元钱这个价。华人不要因为小利而给自己带来麻烦，因为这类行为在海外会引起政府的注意，会给予打击。发帖人不仅会被平台清理，还可能被执法部门如美国 FBI 盯上。事实上，中共早就利用社交媒体对海外的反中共迫害团体以及异人士进行抹黑造谣。这样的招聘可以看出，
中共试图形成一个利用海外平台搞舆论抹黑行动的机制，这是中共在政权危机下的最后挣扎。现在中国国内财政亏空，最后可能连这点狗粮也发不出来。观众朋友，你怎么看中共当局在海外招募网络舆情引导员呢？你觉得中共用这种方式还控制得住舆情吗？欢迎留言和我们一起讨论。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